他在睡梦中失踪，引发101个国家的寻找，轰动世界。他曾被目击8000次，却依旧没有任何线索，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父母引来一片骂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1993年，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作为全科医生的格里和治疗心脏疾病的医生凯特相识，二人一见钟情，并于5年后结婚。但婚后多年，夫妻俩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最终决定尝试试管婴儿，并于婚后的第5年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马德琳。她拥有一头金发、蓝绿色的大眼睛，精力充沛，喜欢跑步和游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女孩。但马德琳从小患有虹膜异色症，并且右眼虹膜和瞳孔连接处有一块咖啡色的斑点，这也成了她身上最大的特点。2年后，夫妻2人又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原本一家人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但一场旅行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2007年的4月28日，夫妻2个和另外3个医生家庭一同约好前往葡萄牙加维地区的卢斯小镇，开启为期7天的亲子度假。这里被誉为光之海滩，因为岛上建筑呈白色，又被称为葡萄牙的圣托里尼。这里有着黄金海岸和干净透明的海水，治安不错，居民也非常友好，是新兴的旅游度假区，深受英国人的喜爱。小镇的居民大约有1000多人，但每年的夏季，这里的游客会比当地居民多3倍。虽然所有的游客都说这里一直很安全，但由于其海岸线靠近大西洋，加维地区的海滩有着大量的贩毒活动。这是夫妇2人第一次来到葡萄牙，全家都非常的兴奋。他们通过旅行社预定了一间位于1楼的2居室公寓。公寓设施齐全，可以洗衣服做饭，对于带小孩的家庭十分的方便。因为每个家庭的孩子作息不同，所以白天大人们都带着孩子各自活动，晚上等孩子们睡了之后才会在一起吃饭聊天。在最初度假的几天，早上起床后，格里和凯特一家5口会在公寓内吃早餐。大约9点，夫妇2人将3个孩子送到海洋度假村的儿童俱乐部，在几个成年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参加一些儿童娱乐项目。由于3个孩子年龄不相同，马德琳与双胞胎弟弟妹妹会被分开送到不同的俱乐部参加活动。中午12点30分，夫妇2人会再把孩子从儿童俱乐部接走，全家会一起吃午饭。午饭后，一家人会去度假村的游泳池玩大约1个小时，陪孩子们游泳，享受阳光。然后夫妇2人会把孩子们再送到儿童俱乐部，一直玩到晚餐时间。吃过晚饭后，全家会回到公寓洗澡，陪孩子一起玩耍，讲几个睡前故事。等孩子们都上床睡觉后，夫妇2人会离开公寓，与他们的朋友在距离公寓约50米的一家餐厅聊天，享用晚餐。因为站在公寓的露台上，可以俯瞰海洋俱乐部的游泳池、网球场、餐厅和酒吧，站在餐厅外也可以看到公寓后面，所以其他家庭同样也就放心的把他们的孩子留在自己的公寓里。但为了避免孩子在睡觉过程中醒来，几个家庭会轮班，每隔一段时间去检查所有的孩子。在这里玩的前4天，几乎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行程。就连餐厅的一名服务员都说，这群人的日常生活是一成不变的。这样看起来，似乎不难让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找到时机做坏事。2007年5月3日，夫妻2人又按照往常的规律度过了愉快的一天。17点20分，夫妻俩接孩子们一起吃过晚餐后，全家回到了公寓。因为白天玩得太累了，19点孩子们就都睡觉了。3个孩子一直都是睡在一个房间，屋子里有2张单人床，一张靠墙，一张靠窗。2张床的中间是双胞胎的婴儿床。大女儿马德琳一直睡在靠墙的这张床上。孩子们睡着后，夫妻在20点35分离开了公寓，前往餐厅。今天他们率先到达了餐厅，点了开胃菜。每晚都是过30分钟回到公寓查看孩子。21点05分，格里回到公寓，看到孩子们睡得香甜，安心地返回了餐厅。21点30分，凯特再次起身要回去查看孩子时，同伴提出也要回去看孩子，可以顺便帮忙看一下。因为这样的事情这几天经常发生，凯特就同意了。凯特他们住的这个公寓是有2个门，为了方便同伴进到公寓里查看，院子里的门不会上锁。同伴进到公寓时，注意到孩子们卧室的门是开着的。从他站立的位置可以看到，双胞胎都在婴儿床上熟睡，但马德琳的床在一个视野盲区。
同伴以为孩子们都还在睡，随后走出公寓，又去查看自己孩子后，回到了餐厅。晚上10点，凯特再次回到公寓查看孩子们。一进门，他就发现儿童房的卧室门是全开的。他刚要走进屋，从儿童房吹过来一股风，把门一下子关上了。凯特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儿童房的窗户从来没打开过，风是哪儿来的？他重新打开卧室的门，看到双胞胎都还在婴儿床上，提着的心刚要放下，当他看到大女儿的床时，玛德琳不见了，床上只剩下女儿睡觉搂着的玩偶猫。凯特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在公寓找了一圈都没发现女儿的踪迹，随后再次回到儿童房，发现窗户大开着，窗帘全部打开。凯特清楚地记得他走的时候已经关上了窗帘，他意识到不对劲儿了，赶紧跑回餐厅大喊玛德琳不见了，他们带走了她。朋友们一下就吓坏了，赶紧回到公寓查看自己的孩子。大家看到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后，开始一起寻找玛德琳。俱乐部和餐厅的工作人员也加入到寻找的队伍，但都一无所获。随后赶紧报了警。23点10分，警方赶到，告诉夫妻2人，玛德琳很可能是醒来后出去寻找父母，在外面迷路后睡着了。但随着搜索范围扩大到海滩、游泳池、儿童游乐区，甚至整个度假区，这个小镇都在呼喊玛德琳的名字，可仍没发现她的踪影。警方意识到玛德琳的失踪可能没那么简单，马上请求刑警介入。刑警于4日的凌晨1点赶到，先是对每组家庭进行了问询。在案发当天的9点30分，曾回公寓查看孩子的朋友称，撞见了一个白人男性抱着一个女孩。这个男子35到40岁之间，身高约1.7米，深色头发。警方根据描述绘制了这样一张图片。刑警再对周围游客进行排查时，也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晚10点左右，当地游客一大家子9个人刚从酒吧出来，在回住处的路上看见一个男子。男子当时从度假村的方向走出来，怀中抱着一个4岁左右穿睡衣的金发小女孩，似乎正在熟睡。当晚气温很低啊，女孩却光着脚丫。这男子约35岁，1.75米到1.8米之间，偏瘦，棕色头发。当晚穿着要比一般的游客正式。其中一个人和这个男子打了招呼，但男子并没有理会，而是急匆匆地向海边走去。因为看到了他的长相，警方根据游客的描述绘制了一张疑似罪犯的画像。接下来的调查中，刑警从阳台的门、百叶窗和儿童房的窗户上收集了指纹。窗户上发现的指纹属于凯特，没有发现强行进入的痕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玛德琳被绑架。夫妻俩心急如焚，因为他与警方之间有语言障碍，并且事情进展得太慢了。夫妻俩赶紧委托媒体的朋友将玛德琳的照片和信息第一时间公布在《早安英国》的节目中。5月4日，媒体接受了采访。节目播出后，无数记者从世界各地派往葡萄牙报道玛德琳失踪的案件，大家都十分关注这个4岁小女孩的动向。刑警排查小镇时，遇到了34岁的罗伯特，他会说流利的英文和葡萄牙语。当其看到警察调查时，主动提出帮助玛德琳父母当翻译，警方同意了。然而没过多久，警方就把他列为了嫌疑人，因为案发时他住的房子距离玛德琳的公寓大约100米。为了确认他的身份，警方让他夜晚穿过街道，当晚去查看孩子的朋友确认他就是玛德琳失踪那晚看到的人。警方迅速封锁了罗伯特的家，进行搜查、取证并拍照，对房屋和场地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电脑、电话和录像带都被封存，花园也被挖开了。但罗伯特否认和本案有关，他被审问了19个小时，因为没有发现证据，最终解除了他的嫌疑。此时，英国观众开始埋怨葡萄牙警方错失了寻人的黄金期，因为葡萄牙警方在一开始并没有周密细致的排查，让凶手可能已经逃离了本地。警方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边境海关失踪信息，未设置路障，也并没有保护好现场。案发后，很多人出现在公寓门口，甚至进入公寓，已经破坏了证据。玛德琳失踪16天后，其他家庭早已经回家了。格里和凯特没有线索，开始变得更加焦躁。这对夫妻建立了一个关于玛德琳线索、目击事件和信息的网站。就这样，玛德琳事件出现在几乎每个国家的电视、报纸和杂志上。夫妇也开始接到不同国家的举报信息。摩洛哥马拉喀什的一个加油站，
在马德琳失踪1周后，曾有目击者看到一个小女孩和一个看起来非常相似的男人。女孩有一张漂亮的脸和长长的金发，她的脸上有点忧伤。小女孩问这个男子：“我们现在可以见妈妈了吗？”得知消息的凯特和格里立刻前往摩洛哥，希望找到马德琳，但并没有如愿。2007年的夏天，警方追查了数百次目击事件，最终都是错误的信息。由于没有新的证据，警方决定重新审视最早的证据，并带着警犬搜寻公寓。狗狗分别对房间里的一个衣柜、沙发后面的地板和窗帘发出警报。接下来，狗被带到了地下停车场，他们在一台租用车的后备箱闻到了血迹的味道，而那台车正是凯特夫妇在葡萄牙的逮捕工具。警方在车内采集到了一些毛发纤维，还有微量的血迹后，做了 DNA 比对，结论是高度相符。警方怀疑马德琳可能死于公寓内，她的尸体是用夫妻2人租用的汽车运走的。就这样，一心寻找女儿的夫妇也成为了案件的嫌疑人。一开始，马德琳父母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情。就在警方公布他们就是嫌疑人时，所有公众都开始声讨他们。媒体谴责这对夫妇在度假村明明提供儿童看护服务的情况下，依旧独自去吃饭，把孩子留在未上锁的公寓里。其实失踪开始，葡萄牙警方就怀疑了夫妻俩。首先是对凯特的行为表示怀疑，因为他发现女儿不见时，嘴里喊着他们带走了她。他们指的是谁？屋子里并没有发现外人闯入的痕迹。警方还觉得奇怪的地方是，那晚许多人都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但这对双胞胎依旧一点没有因为噪音受到影响，睡得依旧很沉。警方怀疑孩子们是否吃了某种嗜睡的药物。果然，警方在公寓里发现了类似的药。马德琳的祖父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也说，凯特曾用这种药物帮助孩子们入睡。警方猜测，马德琳在睡前服用了这类药，中途醒来后想要找父母，因为头晕让他倒在沙发后面流血致死。警方认为格里回来查看时发现了死去的女儿，惊慌失措下把她的尸体藏了起来，并放进了租来的汽车后备箱，随后处理了她。在这之后，凯特被审问了将近11个小时，但他们的朋友都站出来为夫妻2人说话。马德琳是夫妻俩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孩子，夫妻俩非常爱她，怎么可能伤害她？随后的法医报告显示，车内血迹 DNA 是属于龙凤胎的。原来某次开车时，其中一个孩子突然流鼻血了，凯特用卫生纸擦掉了鼻血后，就顺手丢到了后备箱，可能就是当时沾上的。2008年的7月，葡萄牙警方以证据不足，没有新证据结案。凯特和格里虽然松了口气，但他们仍然对案件结案感到难以置信。2011年，凯特出版了一本书《马德琳》，书中详细描绘了女儿失踪当晚的调查。在凯特和格里来葡萄牙之前，小镇就经常发生盗窃案，度假村的游客曾有过多次被盗的经历，而夫妻俩公寓的位置在最边上，并且是1楼，门也没锁，很有可能是有人想要入室盗窃，然后看没有大人，临时起意抱走了熟睡的马德琳。警方查找了有偷盗史的人，发现有3名度假村的员工，他们当晚的手机通话非常活跃，但3人都坚称与马德琳的失踪无关。警方也没有发现3人与本案的相关证据。之后，夫妻俩还长期雇佣私家侦探调查此案，但却以被骗收场。据统计，英国政府至今为此案调查了超过8000条线索，投入了超过1100万英镑。公众认为还有其他孩子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金钱，而这些资源不应该一味地用在看似没有尽头的调查上。那么案件到此就结束了吗？2020年的6月，英德葡3国警方一致确认，一名正在服刑的德国囚犯是马德琳失踪案的最大嫌疑人。43岁的克里斯蒂安·布鲁克纳因侵犯一名72岁的美国游客被捕。德国警方在继续调查布鲁克纳的过程中，发现他有恋童癖，并在1995年至2017年间游荡在葡萄牙的卢斯小镇，以抢劫游客、闯入酒店偷盗为生。警方发现马德琳在葡萄牙卢斯小镇失踪的公寓距离布鲁克纳居住地只有 1.27 公里，而他的手机在马德琳失踪当晚的9点到10点之间在度假村附近使用过。马德琳失踪不久后，布鲁克纳也离开了卢斯小镇，
根据今年10月9日的最新报道，德国检察官沃尔特斯先生说，已经100%确定，现在能做的就是请大家耐心等待。警方虽然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 DNA， 但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现在已知马德琳生存的希望已经很小了。目前44岁的德国公民克里斯蒂安·布鲁克纳还未因马德琳的失踪而受到指控，调查人员正在对他提起诉讼。因为需要获得更多的证据，调查组可能会在2022年提出指控。布鲁克纳现在正在德国监狱服刑，凶手会是他吗？拭目以待吧。